他是村子里智商代名词，50个68，我的多少？50个68，一个68是等于多少钱？也是红塔山最忠诚的信徒。我把导演组半包红塔山我给他输出来了。红塔山上一条街，何人不识机甲王？他就是火影圈最尊重话筒的男人，机甲王奇拉比。这是常态机甲王，这是虎杖形态，这是巨石墙壁，这是你奇拉比叔叔啊！作为最容易让人感觉一眼望不到村子未来的主播，不管颜值还是智商都断了。当鬼叔要氪50个648的时候，我以为奇拉比会问50个648是多少钱，结果他问一个648是多少。我承认这一瞬间我的大脑也宕机了1秒钟。你以为他在搞抽象，其实这已经是你大比老师的智力巅峰了。但你要真以为奇拉比不聪明，那他又会展示什么叫做顶级智斗。他们队首先鬼叔是最猛的吧，但是鬼叔身上钱不可能最多，因为鬼叔是要进攻的。对，谁是防守？鸽子有眼罩，所以这轮他们身上谁钱多？看海他们钱最多。我觉得你是看海啊，我吗？干嘛？他们吃不到你，根本就咱们压根就不会针对你。要想理解奇拉比为什么偶尔智将时常降智，看完他的一生就知道了。机甲王原名季家旺，2003年7月24日，6斤8两的奇拉比在河北唐山磨完将士，身份证号1302。奇拉比的开局可以给到夯，出生于一个富人家庭，家里条件好，他本人也很努力，上初中前都属于别人家的孩子，学习成绩优异，课余时间还习武锻炼身体，各项面板都拉满了，对同龄人妥妥的降维打击。上初中后，奇拉比患上哮喘，原本一帆风顺的人生也因此改变。习武锻炼出的好身体抵抗不了哮喘的影响，身子骨越来越差，学习也开始跟不上了。都说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在这个背景下，奇拉比父母又离婚了，原本优渥的家庭条件也没了，从天胡开局直接变成天崩开局。好在机甲王不认命，大喊着我命由我不由天，然后考上了当地最好的技校，成为了一名非常精神的大小伙子。也是在这个时期，奇拉比结识了自己的一生所爱红塔山。他对红塔山爱得深沉，爱到哪怕自己有哮喘也离不开他。而拥抱所爱之物的代价，就是03年的他看着像1903的，路人看到都想问一句有没有捐款渠道。回归正题，那段时间的奇拉比生活充满希望，每天跟朋友殴打一些台球，放生一些烟雾。我说白了，就这小生活顶配了。眼看奇拉比过上好生活了，表弟的出现给一切都毁了。2019年过年期间，奇拉比在亲戚家看到沉迷火影的表弟，然后自己也陷了进去。这波表弟全责，非要当着奇拉比的面玩火影，就知道玩了一段时间后，奇拉比也开始发布自己的火影视频，没想到收获了不少点赞，顺势开启了直播。在发现每天直播一会儿就能赚到自己红塔山的钱后，奇拉比意识到一件不得了的事，只要自己好好直播，红塔山就能免费供应了。在坚持更新下，奇拉比终于做起来了。因为自己淋过雨，所以要把别人踹沟里。奇拉比在鸽子神还不叫鸽子神的时候就认识他了，当时看到鸽子直播间有200人了，这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，于是跟鸽子套近乎，要到了鸽子直播间的房管身份。此后奇拉比就蹲守在鸽子直播间，只要有人给鸽子刷礼物，就给他踢出直播间。骗你的，其实不刷礼物照样踢，踢到只剩几十个人才满意。除了踢人，他还偷偷举报鸽子的账号，还真让他举报掉了鸽子的2个号。天真的鸽子还以为是上学影响到自己直播了，深思熟虑后选择了辍学，结果全职做主播后也火起来了。所以机甲王是 MVP， 光靠操作视频能成为一个不错的火影主播，但想成为顶流，光有技术是不行的。奇拉比的活比他的技术要更强。在开启摄像头直播后，奇拉比的热度开始更上一层楼。没办法，谁让他长得就有节目效果呢？这波真学不了。情绪到位后，奇拉比还会在直播间疯狂调戏自己的女朋友。就是这嗓子怎么有点不像本地人啊？要说奇拉比最招的，那肯定是总幻想自己是一个充满男人味的猛男了，发张自拍还配文案，表示自己全是男人味，结果被人通过莫名其妙的搜索词搜过来了。都说人越没有什么，就越想证明什么，口口声声说自己猛男的奇拉比，实则是个爬几遍楼梯都快不行的病弱系美少年。在拍摄《飞舞吧忍者》第2季的时候，奇拉比和晚安没有挣够回家经费，只能挑战爬1080级阶梯来补齐路费。原本就有哮喘，还喜欢抽红塔山，奇拉比这身体素质确实不是一般人能比的，一般人没这么弱，爬完第一趟就感觉要看到太奶了。这副弱不禁风的模样也让鬼叔几人产生了怜爱之情，最终竟然选择无视规则，嘴上喊着什么机甲王机甲，你被捕了，就给奇拉比逮捕了，搀扶着他完成了挑战。其中还有他的宿敌鸽子神，连宿敌都能魅惑吗？奇拉比你这家伙原来是个魅魔来的。